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先生好，大家好，以及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钱子，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日之间针锋相对，尤其是在海上还有各个方方面面。我们先来看看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议。这一位小泉，他在回答中国代表的提问的时候，讲了一句关键词。他说：“日本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请代我向董军部长致意。”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董军并没有来所以他隔空喊话。外界认为，他是刻意的公开调侃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大书特书说，这个中国跟日本在军事上面的这个针锋相对，看起来是一时半刻不会落幕。包括你看到日本在2026年的国防白皮书有一个摘要，他说中国的军事活动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所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观察，都在看，像是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在太平洋的各种活动舰载机起飞降落，他们都有记录包括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日本的加贺号本来他们的 F-35B 要登舰要验证，临时喊卡。因为现在有台风来了嘛那您看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美日的航舰演训其实每一刻每一分钟，我们看起来都有在合作在进行，包括美日菲也一样。所以您看到，包括现在美国的各种的布局，是不是要从中东把它移回到亚太这个地方呢？包括您看到全狮号2栖攻击舰，本来因为中东的局势被调走了，现在呢又回到了南海我们看到它的任务是什么？威慑中国所以美日菲或者是这个日本，尤其是日本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在防堵中国大陆的这个崛起的这个部分。那美国的这个武器或者他们现在的一个进展是什么呢？包括前一阵子我们为您报道过美国的海狼级潜舰。过去在2012年的时候呢，曾经因为在下潜的时候撞到冰山那已经是几年前5年多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修好了可是呢，它在2031年就要除役了，好不容易修好了，旷日费时，而且花了很多钱，可是呢，只剩下短短5年的服役时间。那美国的海军不消说，现在规模不断的在缩减，那可是此消彼长。中国的海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这东西2个大国在军事上面的竞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赫格塞斯作为美国的战争部部长，他在相会上面怎么讲？他说，或许亚洲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船舶，而是更多的香格里拉对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用对话代替抗争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航母，一直是外界在观察的指标之一。004这个最大的这个航母我们看到正在建造的已经成型了吗？我们先把眼光放在辽宁舰到山东舰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包括福建舰3艘航母，3航母时代其实早就已经成型了，包括电磁弹射系统要来包括这个战斗力的加强这个外界已经讨论非常多了。不过大家都在看下一艘航母004的航母，现在船体已经差不多合拢了包括各种的照片您看到的各种的卫星的一个搜集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海军将从目前的3航母时代进入4航母的时代它的一个这个测试包括西装，包括舰岛安装都在一一的进行中。透过卫星影像显示，中国新型的大型潜舰有非常独特的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来，先请教这个委员李委员。我来谈中日这一段。好，因为我们比较，而且跟台湾密切关系，谈军舰的，那就给我们黄舰长来谈，他应该会谈得更深刻一点。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个事中国为什么不参加相会？理由很简单，相会已经变质了。这香格里拉峰会是英国人主办，美国人出钱，然后呢是新加坡展平台，本来是要来研究的是东南亚国协之间的一个安全防务谈话。然后慢慢的，因为随着中国的强大之后，
中国就变成了被定靶子的一个地方。我们就以今年为例啊，一进口的入口的地方摆满了中国军力部署图，整个亚洲就有排中国的军力部署图。当然，在中国的抗议下，他拿下来了。然后呢，在主旨演讲里面就有2个国家在会后的主旨演讲，一个就菲律宾，一个就日本，这不是摆明是来恶心吗？那但是呢，平常心讲，这2个外长的水准实在都不高。小泉纯一郎要不是靠着他的爸爸叫小泉呢，何德何能当这一个的防务长？所以他在那边大谈呢自由的亚太的时候啊，那就有欧洲的很有名的智库的一个执行长就直接就问了，说：“赫格塞斯他都没有谈到自由亚太啊，你谈这么多，是你们日本准备承担起当自由亚太的 leader 吗？”他马上回答 yes。哇！大家吓了一跳。他的 yes 有2个意思，一个说是日本人要当这个，一个说按你说的是，我要怎么回答？但是那个 yes 这2个字的回答，就显现他不够格，在整个的国际上，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作为一个外向的，一个这个防务啊，就是国防大臣的一个发言，这是一个给各位做参考。第2个呢，我想紧接着再来谈谈。我先做一个结论，中日之间必须要经过一场冲突，问题才会解决。因为中日现在已经进到了一个极为冷酷的新冷战时代了，而且这个恶意的螺旋现在看不到有停止的时候，这不断的在往下旋。这往下旋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就日本跟中国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安全的战略、历史的遗训呢。地缘的政治啊，跟经济的民族主义啊，这几个东西嘎在这里，而日本有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之后，他脱亚入欧，他是被认为是西方的国家，西方的国家是高人一等，东方的这些国家，你们只能唱亚细尔的孤儿，你们凭什么来跟我挑战？我是东亚共荣圈的领导者。可是他今天呢，非常的焦虑，焦虑的原因是中国的实力啊，已经大到他今天对于中美的会谈、中美的这个合作框架、中美的建设性稳定发展战略，对于日本来讲，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他明显的看到他在中美激度的情况下里面，他已经慢慢被边缘化了。第2个就是跟台湾之间呢。他有非常强烈的在两岸之间的焦虑感，为什么？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对日本自己的心理上觉得他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我在这里告诉各位，我民国43年是出生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听到什么父辈告诉我啊，说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讲啊，30年后要搁倒转来台湾。就日本人走了，30年后还要再回来，因为日本到现在很多人还有这种历史的 DNA 的遗留，台湾是日本的，所以一个台湾是日本的，不管你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怎么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但是这个只是他定给你看的。今天面对中国的崛起里，他非常的担心两岸之间，假若走上和解跟统合。那日本只能在旁边喘气了，因为韩国不是他真正的盟友，当然跟韩国之间跟中国一样有历史的遗绪未解，而在这场峰会里面，他就不断的要创造一个概念了。你看我要沟通你不来中国现在摆得很明，峰会我不去，香山峰会欢迎你来，我办的你来，你们办的我不要来了。对这个呢立场的态势啊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呢，日本是既担心两岸的和解，甚至两岸的融合，又担心中美之间的这一个和解因为一个让他成为边缘人，一个让他在亚洲里面呢想要翻不起来，所以他现在想把军国主义挂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对日本就有一个挑战：历史的遗绪，你对于军国主义的遗毒。到今天为止，你没有对所有被你侵略过的国家做一个交代，所以他跟韩国
好不到哪里去。是董军哦，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已经连续2年缺席香格里拉会议，取而代之的就是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有一个香山论坛，他们希望把这个论坛给这个弄起来然后把这个香格里拉论坛慢慢的淡去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请舰长来告诉我们，中国大陆的航母的发展目前的情况到底如何？整个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其实一直在追逐这个美军，任何建军都有一个目标，那解放军的目标就是美军啊，跟什么武统台湾其实都没有关系。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一个是质，一个是量。我们先说质所有的军事科技里面目前中国大陆只有3项还没有证明超越美军。第一个就是壳子航母，第二个就是战略轰炸机，像他们的轰20还没有出来，还有第3个就是核子潜舰，这3个都还没有。但这3个虽然没有证实超越，但是目前所听到的都是超越。好比第4艘航母的吨位以及它的能力、电磁弹射，通通超越美国，就这个出来，它的值就超越了。那第二个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轰20，现在你可以看到好多很奇怪的那些飞机6代机，预估它只要公布出来，也会超过美国现在的 B20 或者 B2 了，或者 B21，那就等着它公布。还有第3个就是核子潜舰核子潜舰，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洞沟6，太多网络上的这些东西，它洞沟6什么样子，我看了，其实我跟你讲，我都非常的惊讶，它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可是它现在因为它没有公布，如果它一旦公布，你就知道洞沟6的这个水准是超越目前美国所有核子系统，就是安静的程度以及它底下的作战的能力，这是这3样。所以如果这3样公布，我们预估它所有的全面的值，军事科技的值都超越，但它还有一个量，有些是没有超越。好比举个例子，航母数量没有超越，好比说这个核潜舰这个数量也没有超越，还有一个就是核弹数量也没有超越。总的来讲中国大陆的战略的武器目前是还需要去慢慢的去追赶的，但是战术的武器全面超越了。那战略的要超越要时间，可是我现在要讲一个东西，叫做所有的建军我现在提醒，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包含台湾也是一样，你要懂得拿别人的经验做自己的经验，这是第一等人。现在有个世界打得最长久的战争，那是打得最大的就是俄乌。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很多的事情？好比说坦克、豹型坦克，什么坦克打来打去那刚开始有吧？刚开始有没有战机？战机也打来打去的。刚开始还有战舰有没有莫斯科号被打沉了？打到现在了。最近还有这些大型载台的战果出现吗？你还有听过吗？再也没有了。最近你所有听到的都是无人机。无人机，我昨天才碰到一个还在军中的，他们在研究这个，因为军中对这个研究的是很透彻的。他们说，俄乌战争到目前，双方使用的无人机的架数已经是700到800万，然后到目前为止，每一天，因为它从开始没有这么多，到开始一直在增加。目前每一天双方使用的无人机有5000架，有6000架的，有7000架，每一天。这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大型载台没落了。要这种小的，要机动的，要便宜的，要大量的。是，所以我在讲这些所有的建军备战的时候，真的去拿别人的经验去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不断的修正，是，这才有用。是，来，我们请教聂老师。好，我也对这个我喜欢从小玩这种军棋推演的呢，来稍微叙述一下我的认知。当然不会比舰长熟啦，但我们知道。军舰有非常多种，有航空母舰，我们通常在比航空母舰嘛，大嘛，对，大家看得到。还有巡洋舰它吨位也很大，火力也很强啊。当然有错的舰长可以补充了后面。还有驱逐舰驱逐舰是非常厉害，它现在是海军里面中间主力舰那航空母舰只是它大，可以带一些所谓的这个舰载机，你知道吗？各种各型的飞机。我现在当然其他还包括其他的2栖这个突击舰等等的，你要带直升机，带所谓的海陆有没有海军陆战队？还有当然包括潜舰潜舰。当我们讲这么多种航舰，还有一些小型的舰，每次出去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有航空母舰，旁边有一堆好像就是一些小兄弟跟着走。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当然你如果只看航空母舰，以数量来比，当然美国最多啊。美国有光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吨位极大的这种航空母舰有11艘，尼米兹号的有10艘，福特号1艘。
那当中国看起来从乌克兰带过来是维修的辽宁舰到自制的山东舰，到后来这个电磁弹射出现福建号之后，实在是让全世界这个有点惊呆了。为什么呢？不是说数量少，而且它一辆比一辆是超前的精致，然后它一辆比一辆去改革它过去的缺点，这是让美国害怕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船务呢，其实已经都停摆了。中国是船务呢，突然又一个地方，突然又一个地方，很多地方它的制造实力是多到可以马上有个船务，马上制船。这时候呢，你会让美国担心了。因此，美国曾经多少次讲说，美国现在制造力是空洞化，那就是为什么要MAGA把制造业带回去嘛。而制船业基本上已经没有能量了，所以呢，他这次用关税才会叫日本、韩国，尤其韩国请他到滨州港或者这个巴迪摩这个 Inner Harbor 啊这个内港去做造船呐、那当然中国都不需要，他自己船务出来自己造，而且很有远见的未来，他的制造业后劲非常强，这是美国可靠的。还有美国，他要做世界之军师，他全球你11艘怎么放啊？伊朗战争就跑去3艘有没有？或者不管了、你布希号这林豪最后呢，福特号动不动就出问题、出状况回去。我跟各位报告，其实这还是次要的，因为大家知道未来的实力，当然中国是一直在崛起。还有驱逐舰，我们光看最近的那个中间在主力的驱逐舰055号出现多少艘，一艘一艘出去，以前是个位数的，突然到70艘，跟美国差不多。而巡洋舰火力大的这个强的，它有10艘，美国报道的服役的只有3艘。去看看这比照，我们现在就不输了。那未来中国大陆会输美国吗？这是美国担心。所以好讲香格里拉会议了，香格里拉非常重要啊。2002年当然知道了，刚刚讲到英国啊，这个战略研究国家战略研究所跟着新加坡的这个亚洲这个安全会议的这个峰会呢的办公室呢，共同建立了这个2002年的说亚洲来个峰会。可是当偏了。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偏颇说一定要支持谁或谁，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有美国一来以后，全部把这个拉帮结派啊，把这些小老弟，不管菲律宾啊、什么越南，全部拉到我这里来说好，或者甚至用印太战略的做法说，你们最大敌人就是那个叫中国，所以他对中国就开始剑指中国，中国去干嘛呢？当然就不去嘛。所以你刚刚讲香格里拉去香山，好了，就是还是香山会，因为中国觉得我们去干嘛？你们是来敌对我吗？是要我来臣服吗？不可能。所以这是重点。当时小泉呐、我们知道他到的地方，中国没来，他也是担忧，因为他最想要知道你要干嘛的，没有来，隐形最可怕，你知道吗？当你隐形又不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后面动作，他会担忧，所以他只好假性质疑一下啊，帮我去帮董军问候一下。我说不好听一点。中国不去，你根本不知道他想干嘛，所以这就是所有的在整个香格里拉会议，我讲最后一个就是 Hegseth 这个国防部变战争部这个人，他在里面不敢得罪中国，不敢讲中国坏话，甚至要别的国家只要把军武提升你的 percentage 对 GDP percentage， 而且还有一些国家纽西兰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在沙发后，你看这多糗啊！是没有错。不过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这2大国的竞逐，有竞跟和。来看看川普吧，他回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不断的在回味跟习近平的见面吗？因为他说，这个习近平有夸赞我，是我是救活衰退的美国，所以习近平啊对我充满仰望跟遵从之意哦，这是他自己在自吹自擂哦，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他还说，我访问北京啊，那中国的官方哦不断的这个赞扬我，把美国领导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时刻，自己一直讲自己的好话哈，连习近平都可以仰望，用仰望的姿态在看着我们。那当然，这可能是川普自己的大内宣，可是实际上是什么呢？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关税这件事情，这个大棒啊，他还在用。现在呢，商务部说要以强迫劳动为由，你台湾，你中国大陆，你日本，你印度，你们呐强迫劳动，你们对劳工很不 OK， 所以呢，把关税交出来，你看到呢？他怎么讲？他说，经过对英国、加拿大、欧洲等国进口的商品中用强迫劳动的问题的调查，你们这些国家要缴10%的关税。那像是中国啦、印度啊、日本，你们比较糟糕，更糟糕哦，所以要交12.5%的关税哦。根据我了解，台湾也是10%哦。那到底怎么样来调查嘞？你可以告诉我吗？还是你说了就算？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讲说，中方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那另外呢，为了要拿到更多的钱，川普还签了一项行政命令，说
这个海关要导入 AI 来严查洗产地，还有高价低保，反正就是想方设法啦，要别人交钱要把关税这件事情搞到最高。那另外我们看到美中的竞逐暗潮汹涌，有时候讲好话，有时候讲坏话，有时候手段很狠有时候又放松。包括贝森特，他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嘛，他就说中国已经买了我们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已经下了啦所以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象征什么呢？美中关系进入了稳定期。包括您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这张图，他跟 Google、微软这些大公司的高层主管集体交流有一些开会啦，有一些互动看起来中国驻美大使馆里头，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些代表，那这一些人呢，就是这些企业的高阶主管。所以春暖花开了吗？美中之间已经没有这些贸易的障碍了吗？恐怕未必美国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法案要出来了，说是叫做汽车现代化法案。它的主要内容就说，外国敌对势力包括哪一些呢？中国、俄罗斯还有北韩这些国家如果你直接或是间接你这些汽车制造商有股权超过15%，就不可以在美国生产，或者是进口，或者是销售，不能来我这里赚钱。可是我们来看到呢，宾士有可能会中枪因为呢，它最大的股东是中国国企那它持股是快要10%， 9.98%。那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创始人他叫李书福非常有名，他的持股也是将近10%，加起来快要20%已经超过15%。所以宾士是不是第一个中枪的呢？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跟欧盟的关系或者是这个 NATO 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好了可是呢 G7 即将在法国登场，现在川普说我要去那卢比欧也说这很重要这次的元首峰会是北约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所以要把过去大的误会呢通通把它讲开。另外呢又要钱了，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所以这些盟友会高兴吗？看起来未必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美国说北约的部队模型我们要适度的规模化调整，什么意思要把驻军稍微减低吗？要撤掉一些吗？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韩正是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那他正在会见下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她是智利的前总统，这位女士叫做巴切莱特。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缅甸的外长也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美中的竞跟和现在的局势怎么样？来请教委员。我想美中的竞争态势是很清楚，美国的棒子变小了，美国的萝卜变少了。我觉得有一篇演讲值得向大家推荐，就是贝森特最近在美国的一场事关于美国为什么会采取川普政府的这一些的经贸政策跟战略的一个演讲，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这个国家今天能强大不是没有道理。而贝森特的地位呢，请各位特别注意，在美国的宪法、美国的体制上，国务卿应该是最大的官僚，但是在北京访问的各位有没有注意？那个排列在介绍两边的官员介绍，排第一个的是贝森特，第二个才是卢比奥。这个里面就代表了，这完全维稳体制的安排，就表示贝森特的地位是谁要突出的，就是川普要来突出。那贝森特里面呢，他有几个重要的讲法，比如说刚刚主任特别提到的关税，他对关税的解释，不要把关税当作是经贸的政策，它是整体国家在国家主权之下的一个战略手段。所以关税它是战略手段，它不是经贸。哎呀，你赚我多少，我赚你多少。所以你这时候你就想到，为什么它是一刀砍下去的，一支的哥盖多所有人，12%、15%多少%，就是这不是经贸考虑，这完全是它的战略性的考虑。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篇演讲里面，我仔细的听了2次简单的告诉各位，他反思美国到了今天有做了很多的错误的盲点，只看到 GDP， 没有看到这些 GDP 是什么项目堆积出来的，没有产业，只看到了收银机，
不断的收钱，却没有看到收银机是要有货品你才能收得到钱，那你的货品在哪里？当一个国家失去了生产能力，失去了这一个这个重要零组件的控制力，失去了产业链，失去了零元组件的时候，像稀土这样子原料的时候，这个国家有再大的创新能力啊，它都不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各位，这是反思这种反思，我们来看看贝森特啊，他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中美在整个的会谈里面有最后达了7次高峰会议，美方的代表就是贝森特，中国的代表就是何立峰，已经不是在谈关税了。这就是为什么习川会一完了之后，双方界定双方建立在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发展关系。那么从这里各位可以明白，整个的世界在贝森特跟在被川普授权，然后何立峰在中共授权的情况下，他们建构出来的这一些的情政是摆在这里。可是反思归反思，这个外交是内政的延长。这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那就是美国今天不是川普要做什么，深层政府、建制派、党争把他给绑得死死，压力大得不了。所以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做一个解决。这种无力感是美国现在面对的。最后我要谈一个小事，就大家谈中国的汽车，这才谈比亚迪啦，谈其实吉利才是各位要注意的一家汽车公司，它真正是从汽车业长大出来，它的实力现在有多强，可能各位不知道。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国营事业，这个傻瓜不动了，这个呢是最终它占49.5%，然后呢，莲花跑车它是完全的控股那这个呢，各位那个宾士的 Smart 汽车是它完全的控股。还有你在伦敦看到的那个计程车是它的。还有阿斯顿马丁最有名的第2大股东是他，他个人是宾士的第2大股东。第二的吉利不能小看第一大股东个人的第一大股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他又拥有了 Volvo， 他今天创造出来的汽车，它的条件是一个在前地线走的，千万不要忽略这一家吉利。老师对于汽车有很高的研究，不过我来问一下建中老师这个美国的关税的政策，最近劳动强迫这件事情，强迫劳动，要寄出来了。好，我能不能横评讲一下？我的认定是我认为川普其实已经是缩小版了。各位去回想一下，去年4月2号，他刚开始用一个最简单的数学老爸都给他一个那个哈佛大学教给他一个经济数学，他觉得好简单，我就用这个，你的 deficit 赤字除以你的 GDP， 就是你该科你的再减半，对你很互惠吧？reciprocal 好，67的中国34嘛，台湾64嘛，32，你赚他太多钱这个不叫这个关税该科的。可他现在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美国的法院被告成无效败诉要退钱，但是他还是要做其实10%、12%已经大为缩小了，对不对？倒不是数字缩小，是这个他用的法案微缩回比较合理，也比较我等一下再讲这个问题。我是认为这是有他一点道理，只是有点牵强。各位回想一下，2018年3月20号。打出第一枪 Trade War 就是对中国打的是什么？就是301方案。你再回忆一下，拿的就是301。那个是什么？是1974年美国的 Trade Act， 就是贸易法，给了美国的 USTR， 就 US 呢，它的 Trade Representative 叫做贸易代表们去做一种很有权威的调查的权利。做什么？只要你对我的贸易不公平，或者你做了一些我不喜欢的关税壁垒，伤到我的贸易。让我的产品呢没办法呢公平来销售，什么东西有3样关税嘛？第一个3样这壁垒贸易 trade barrier， 第一个关税，他呢讲不好听，别人都不能，他可以，就是川普可以，但是他必须合规所以他打10%、12%，最近是缩小版。第二个叫做 quota 限额嘛，你看到人家当品产能过，他还有抓一个产能过剩他说你第一个。强制劳工强迫劳工，第2个产能过程你太多了以后，你自己需求下滑以后内卷，你销到我们这里来，
我必须限你扩大，这是一个贸易障碍。还有一个贸易障碍叫 subsidy， 是出口上的补贴，包括你限制劳工，要你劳工尽量加班去做的话，也对他国家不利啦。我是这样讲，他有点牵强去抓这个法案，认为我 fit 301，说不好听一点，这个比较合规，也比较会他们国家支持，所以我们不能随便骂。但是讲不好听，他就是想办法说我要科，但怎么办呢？要稍微合理一点，是这个样子。可是老师，这些国家都有强迫劳动吗？我很惊讶。好，我这样讲，还有英国、加拿大、欧洲，都没有，都没有，都有。这样讲，这是定义问题啊。每一个国家都为你比较私立的产业去给予补助，这合理吧？比如农业啊，香蕉不嫌去帮他买香蕉都有没有？是。我们常常发生嘛，各种。这补助就是 subsidy， 就是补贴，只要跟出口有关，就是出口贸易障碍。那讲不好听点，你美国做的都不算有问题，各个国家只要稍微超过了，他就说你有问题嘛，你卖太多了，一定是你加班啊或什么造成的，这是他的定义问题。我说还是说一点，这些法案啊，甚至包括232法案，在1962年的所谓 Trade Expansion Act， 这个非常清楚，叫做贸易扩张法，也都是美国自己定的嘛，就美国说了算，这样你听懂吗？所以你说有没有？答案是实的应该也不算，虚的美国说了算，他就用这样来科理嘛。当然其他国家就是法院不就上诉再上诉，中国一定不爽嘛。就是反正你定义说我是就是我怎么办？包括你说这个汇率操纵，他也是想法一样想。最后我想讲一下，你刚讲竞合问题啊，中美的竞合，我觉得很有趣。现在你会发觉，过去美国对中国根本不甩，就骂该骂该压就压。现在表面都很和，去了中国之后，动不动就用 GREAT 来形容这个国家 ，Great Country， 动不动用 Great Leader， 还不是我说，还是全国都知道我常在说，他用那个习近平来蹭他自己的力量，表示对方很强咯，有筹码。你看他也一直怎么样，这个很仰望我。你知道一个巨人仰望我，你看我是不是多巨人？你知道川普这些东西已经觉得比他渺小了。是 Hergest 在军事上呢，到了董军没去，我刚刚讲香格里拉，他不是很客气吗？他有敢直接讲中国要跟你打吗？他们自己知道，真的打下去完蛋了。所以你会发现，表面都和，但心里不是哦，没有错，里面都在压哦，还在竞争，在私下砍。就这样，对，他一直称赞习近平说，很伟大，然后这个伟大的人还要看我，所以我比伟大的人更伟大，他是在称赞自己。我跟你讲，如果我是习近平，我真的会形塑这个形象，让川普认为我真的在称赞他、尊重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站在一个小爱小恨，我恨不得川普被抓起来被关监狱下台，因为这个人太可恶了。但是你要站在习近平的立场，习近平的立场是大爱大恨。幸好现在这个美国有川普，川普就是川建国。当中国要崛起的时候，它要靠两个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说，我们要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是要靠我们自己。第二个力量是我们中国在世界的这个地位，让大家来尊重我们，愿意跟我们交朋友。这个东西，你以为靠你自己就行吗？好比我举个例子，中国跟俄国长久以来都是在对抗的。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从拜登开始发动的是俄乌战争，川普上来再把欧洲给逼出去，你会发现。现在习近平坐在这里，几乎全世界都在想办法说：“中国其实更可靠，向这个中国靠拢。”所以，如果我是习近平，我希望川普长命百岁，我希望川普永远当美国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永远当他的总统，这样对中国的崛起是非常之有用的。那第二个我要讲一下北约部队模型，刚刚有提到一个北约部队模型的改变嘛？这什么叫做北约部队模型？知道吧？就是我们北约有32个国家，我们说了。如果今天发生战争，我们一起来打这个战争，对不对？对。那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讨一下，你派多少，我派多少吗？不对，它这根本就有一个北约部队模型，它已经定了。战争爆发10天之内，所有的国家，你要派多少战舰，你要派多少战机，你要派多少的陆军部队，20天你要派多少，60天你要派多少？如果继续下去，它有一个它的。这就是他一个规定，对吧？就是这就是他所说的模型。那你想想看，从当初这个在华沙的时候，跟这个苏联这样子对抗，到今天差异大不大？第二个，现在美国想要离开了，你想要在美国再继续跟维持以前一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重新检讨是有必要的，而且不单是它有必要重新检讨，更重要的是这个 GDP 出的比例也都应该要重新检讨，因为美国现在不是当初这么强大了。大家记住，美国想从北约抽腿，从欧洲抽腿，
不是因为他不想尽国际的责任，他仍然想当国际的老大，但是他的实力越来越差。你的实力越来越差，你没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当然想要说，我从北约偷水啊。是，那北约是不是就要想整个过程，我要怎么样去弥补北约离开之后，我们不能变成一盘散沙。是美国的实力到底如何？从这一次中东的战争可以略窥一二，包括您看到现在在和谈哦，在谈协议哦，可是零零星星的各种的战斗或者是交火还是有，包括这一幕，请导播让我们看到的是科威特机场，哎，很恐怖呢。屋顶居然出现了一个大火球，并且吞没了航厦哦，被轰出了一个大洞，谁干的呀？我们看到第一时间科威特就说这是伊朗的犯罪行为，伊朗他攻击我啊，他用无人机来侵略我，还打中了我机场的屋顶。可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哦，他立刻说没有，不是我，这个是这个我们无人机过去啊，然后你们这个北约哦，包括美国的一个爱国者飞弹想要拦截，结果你这爱国者飞弹哦没有打好哦，自己打到这个屋顶上哦，变这样。所以有一点点罗生门呐，各说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是4月美伊战争停火之后，波湾国家第一次通报的伊朗攻击造成的死亡事件。因为在西方国家，在这个波湾国家，他们还是定义说这个是伊朗攻击事件。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呢，美军否认驱逐舰被击中，伊朗说美制的爱国者导弹让这个科威特的机长受损。这是我刚刚讲的，说你自己爱国者导弹。你没有打中嘛，然后打到屋顶嘛，可是美军中央司令部郑重否认这个说法，所以我刚刚讲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科威特机场遭到这个火击这个炮击看起来这个大大的一个受损之后，美伊停火没有破局吗？外界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你协议到哪里去了不过我们看到川普他老神在在。他说没差啦，伊朗是受到轻微的挑衅之后采取行动。那两边都有轻微的挑衅吗？那这个恶意的螺旋会不会一直往上升呢？卢比奥是说，美伊双方现在陷入一场难以中断的报复循环，你弄我一下，我弄你一下，还是会有人死伤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华尔街日报怎么讲？他说这个川普有一个打算，美军有人死才考虑全面开打，因为外界都在揣测，如果协议破局，美军是不是又重启战争，或者是甚至出动地面部队？那华尔街日报是说，川普是心里想，如果真的有美国大兵丧生，他们才会继续打。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川普遭到了党内反扑，美国众议院以215-208通过决议，对伊朗用兵必须先获得授权所以你看到呢，川普后面还是有很多制衡的力量。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表决跟限制川普对伊朗开战。美国的监察长说要彻查国防部、国务院是不是自己在乱搞呢？所以他们要启动这个相关的调查。而另外这个事件这个战争对全球的经济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包括通膨，包括你生活在台湾可能都很难置身事外。我们看到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说，伊朗的战争如果拖下去的话，部分国家会陷入经济衰退。而另外，美国的通膨压力很大，5月份的服务业扩张加速，伊朗战争也推升了成本压力。所以高盛的执行长就说，如果油价继续再往上高，并且进一步推高通膨的话，联准会可能就不会降息，要更往后延了这件事情。那另外我们看到呢，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大爆冷门，过去只要川普站出来，大概就会过。可是这一场选举结果显示，川普背书不够已经不是绝对的保证了，川普吃了败仗。来请教委员，这样子这个到对世界有什么影响？我举一个小例子，日本是石蜡油全部靠进口的，石蜡油做什么？就是做我们包装各种零食外面的那个封面，要有彩色才漂亮嘛。现在到日本去买都买黑白的。已经没了，没了，这就是以小看大，以小看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罗生门呢，正好证明了美国的这个堕落也罢，或者是无能也罢。今天呢，到底这个是谁打的？
那你美国说不是我，依美国的能力和条件是可以拿足够的证据来印证就是你，因为你的卫星连你拥有的资讯的，可是你拿不出来，只能用嘴巴去承认的、去否认的时候啊，那就代表你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能量真的降低。现场有弹片，就很容易，绝对很容易很容易找，对很容易查的。但是别人没办法，对现场一定是啊有。他再过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在美国在这里啊，一直在讲，有人说是因为川普所以美国才没落了，错了，是因为没落所以才有川普。啊，那个因果关系，因果，那川普走了之后还是会没落，还是会没落，因为没落是一条趋势。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都知道问题要怎么解决，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有行动，因为牵制力太大了。那紧接着呢，我想来特别花一点时间，要来跟各位讲那个释票。那释票发生的时候，我也很认真去寻找这样。第一个，我当时会不会是川普要下台？有没有？那么找4个人去弄？不是，这4个人是基本上是MAGA的基本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4个人是有意识形态的。第一个意识形态里，他是宪政主义者，认为战争的权利本来就是宪法规定给国会的，你怎么总统可以？他这个非常的。第二个，这是一个呢非常右翼的一个极端团体，他们认为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不要当世界警察，你现在干嘛去当这个世界警察？这个要美国优先，所以是非常MAGA的人。这第3个。就是都有很大的选举压力，这个选举压力来自哪里？来自于通货膨胀，很现实。对，然后呢，现在所以战争不停，他们是有压力的。对，这4票要过，要倒戈啊，这个Johnson的这议长是很生气的，因为让他很没面子。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今天在国会里面、MAGA里面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来处理的话，那对你总统威信是有很大的挑战。再过来，这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案，他们叫做共同的决议案美国呢，总统是有权利来不接受的，他可以不遵守，他可以不遵守，因为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选择权而已。OK， 所以在这样的等等的情况下，他的政治意涵胜过于他的法律的压力。那最后呢，我们来提。事实上，美伊的谈判条件，依我看各方的资料看起来都谈得差不多了，都差不多。现在条件现在只剩下那个文字要怎么写 ，OK， 让他回去可以说我赢麻了，这个很重要。只看那文字要让他怎么样说，赢麻了，我胜利，大胜利。对，因为对伊朗讲起来，伊朗是很想停 ，OK， 所以伊朗能停就好。那对他讲要赢麻了，这个字眼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面子。对，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科威特机场到底是被谁给攻击了？我来问一下舰长。首先，我特别要讲如果一旦进入战时的状况其实那时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很多的罗生门。政府知道结果，他也不会跟你讲实情。为什么？就是要现在所说的认知战。我说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叫做可能会发生的假期行动。什么叫假期行动？我举个例子，像以色列当然不希望这个战争停，那他怎么样把美国拖住？你知道吗？我就是想办法打一些，就是让别的国家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打，继续打伊朗的这种。好比说，甚至我讲不好听，他如果哪一天真的打了一个美国的军舰，死了很多的人，美国能不能停手？那如果是以色列干的，你认为以色列不会干这个事吗？你不要以为因为美军撤走，以色列可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想尽的方法这就是一种假击行动，这是一个，这也就算，这有一个真正的企图我再说第二个，包含台湾都可能会碰到。你去想一个，如果现在我们开始武统了，军事力量进来了，这个解放军有很多的这种长程的飞弹这样打过来，基本上他打的都是所谓的军事目标，而且他是希望打，好比说我打你的这个，好比说机场的跑道，我不会打死你的人，但是我会让你的整个中心垮掉。我打你的雷达站，我也不会让你死人，我打那个雷达站那个动物，然后你就侦测就没有了，对不对？我想打这个，那我的弹也都很准，现在的技术都真的很准，在几米之内，他打这个跑道不会打到那个跑道，都很准。
但是什么情况会失控，你知道吗？台湾会束手无策吗？你打过来，我们就这样让你打吗？不会的，我们的防卫飞弹哒哒哒往上打。你去想想，那个防卫飞弹打的时候，第一个命中了，啪打到那东西下来就没了。它是一个天女散花，啪就下来啊。这是如果你打中，如果你打不中呢？打不中那个飞弹上去下来到哪里？我假如再说一个不好听的，就如果说今天武统就要打总统府嘛，他要斩首。总统府附近有多少防卫，你知不知道？那种快炮，哇，一个飞弹过来，一个无人机过来，咚咚咚咚咚咚咚打。你知道多少的快炮的子弹会落到别的地方去？从总统府落过去，落到哪里？落到万华，落到土城。当打到这些一般民间单位的时候，你认为政府会出来承认对不起是我的错吗？不会的。记住，所有的战争哦，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不要进入战争，不要发生。不要发生。对一旦进入战争，真的很难去澄清到底是谁做的。对，这个战争是不好的，千万不要发生。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聂志忠老师。好，我也稍微讲一下这个，我觉得科威特这个机场被炸哈，真真假假其实不重要，国际政治战才重要。但我觉得啊，我会比较偏靠会相信伊朗，因为国际政治战一定还是以美国做为主啦。我会这样想啊，你看那个炸下去是很多地方哦，它是好几个地方，而且大到这样的量，如果只是无人机怎么可能？但你除非告诉一个重导弹。但爱国者飞弹去拦截，那是有可能，但拦截下来以后，就会这么多的地方，就大得这么严重。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就是认知战。这美国说了算，最后是这个样子。那他就要打压伊朗的话，伊朗就会被打压。我现在要讲回来，一个4月7号停火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在1973定的，叫做《战争权利法》，这是尼克森当总统，当时在北约撤了以后，又出兵到柬埔寨边界的一件事件，造成国会很不爽，说你三军统帅可以做60天的攻击2个月，第3个月如果都没有效果，一定要撤军。我跟你讲，国会有这样的标章，因此共和党自己人在他的红州爱荷华这红州在2000次还是摇摆州，一直到最近几次都是大赢的，都是共和党。这次在里面就像刚刚申峰讲的很有道理，他是宪政主义者，还有这些 MAGA 的人开始反他，所以呢，也就是造成这个情况，他失掉4分了。那当然告诉他，你不能再随便打，第3个月撤军。他觉得他打零零星星的，而且每次打都是我是防御的，对，我是他攻击人家都叫防御的，叫防御性攻击，因为他将来会打我，所以我要别人防御，你知道吗？先打你。这是什么道理嘛？这是川普，但他不敢打大，你就会发现这是主要原因。我现在更重要的是讲这个哦，马尔帕越来越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断的显现出他就是想战，连国防部都改成战争部嘛。以前还想拿诺贝尔和平奖，那真的有点好笑。我现在讲爱荷华这个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背书了一个人叫大家知道。